其实一开始是很不敢相信，可以算是2个 case， 可是这2个 case 也是有蛮多共同点。台湾跟乌克兰的状况还是蛮不一样的啦。不是说有一个国家也在受到威胁，而是有一个国家也在努力坚持。有少部分的人是有这样的意识，但大部分的应该是没有。大家好，Welcome back to the Coastside Host on Anagame. Today marks the 1-year anniversary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 lot of Taiwanese people are gathering right here to show their support to the Ukraine. What do Taiwanese people think about Ukraine war? And do they worry about another war from happening in Taiwan? We're going to interview some Taiwanese people right here to ask what do they think about the Ukraine war. Let's get started. 我是来自明尼苏达州，今天会来这个活动是因为有很多朋友过来，然后同时也是希望可以支持就是乌克兰。那你在台湾，你会觉得说乌克兰战争之后会更担心战争发生？我知道媒体上有蛮多这一方面的报告，可是我觉得战争乌克兰的对象不是会来战台湾的对象，可是它是有很多 like parallelisms， 可以算是2个 case， 可是这2个 case 也是有蛮多共同点可以参考的。去年的昨天，然后看到有炮弹开始打到乌克兰的领土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很不敢相信，没有想到战争居然会发生。当时其实也有很多人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其实也代表台湾也可能受到威胁？毕竟我们跟那个乌克兰一样，都是旁边有一个想对我们做一些不是很好事情的邻居，不论是乌克兰人也好，或者是那些被迫上战场的俄罗斯士兵也好，其实都是人，但是因为一个独裁者很荒谬又很狂妄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想法，然后想要去并吞、想要去入侵他人的国家，造成那么多的伤亡，那我想这是不管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见到这件事情发生。我们本来就是在从事 NGO 产业，所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觉得台湾的民间社会其实以前到现在没有这么多人会讨论国际议题，应该说没有很多人会讨论国际议题。可是乌克兰的事件，因为大家会联想到台湾，所以就是比较多人会拿来跟台湾做比较。可是实际上，台湾跟乌克兰的状况还是蛮不一样的啦。台湾人大家基于人道关怀，大家是会关心乌克兰的，但大家对于实际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并不太了解。乌克兰战争之后，你们本身会对战争这件事情感到更真实、更害怕吗？我必须说是会感到更真实，也是会感到更害怕。尤其是从2022年，就是去年那个战争爆发到现在这1年间，其实也可以看到，不管是中国它的军机来台湾，一直在这边挑衅我们，或者是之前那个佩洛西来台湾，然后他们的一些文攻武吓，那然后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国际的局势是升温的。然后对于战争当然是会很担忧它发生。但我是觉得，无论这个战争它打或不打，我们都应该要坚持的自由民主跟社会台湾人认同跟这块土地这样。我是觉得，对于要说害怕战争的话是还好，但是如果觉得这个战争对我有什么启示的话，我是反而会希望说，因为一个战争的发生，然后大家除了要觉得很可怕、觉得很可怜以外，也要有警惕，除了担心对岸就是可能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虽然乌克兰就是也是他们坚持到现在，那俄罗斯也没有比较好过。那希望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可以警惕对我们有敌意的国家，让他们知道发动战争不是一个好结果，会造成两败俱伤。我觉得看哪一群主人，对。因为像我跟一些台湾朋友聊，他们会觉得这件事发生会更担心，有一些会觉得这件事发生，可是是2个不同的状况，所以也不会更担心。那美国相当也是，虽然就是近期有蛮多英语报道是有点在炒就是亚洲区的一些新闻，可是我的同温人是觉得这样做是蛮做作的，所以在台湾可能看外语新闻的朋友不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比较担心，可是在国外看英语媒体或是外文媒体的可能家人之类的会比较担心。其实很多的台美人反而比在台湾人更担心这件事情。在台美人我其实不大确定耶，对，因为我在美国的朋友可能都比较偏外，都是在地美国人或是可能在美国日本人之类的，但他们其实会比我们更担心的。对，因为他们可能人不在台湾，所以他们就比较少知道这边的状况，特别是只看英语媒体的。因为像我认识美国的，比如说台湾人，他们看华语媒体，可能就会觉得还好，因为台湾的状况一直都是这样，它也没有很明显的
就是变不好，或是变更好，就可能还是比较 level。虽然媒体会去吵，所以说其实看我们台湾自己国内媒体反而没有这种紧张感。对，我的话我会啊，可是台湾的社会不太知道，我不知道整体来说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感觉现在过了1年，好像大家也都忘了这件事情了，热度要维持有一点难度。前面有几组受访者有提到，他们觉得台湾现在普遍意识不高，跟外国人比起来，反而在台湾的外国人更紧张。在台湾的外国人更紧张，对，然后或是在国外的台湾人更紧张。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刻意的会去避免谈论战争发生的风险，就是隐约知道，可是不会刻意去讨论。就是大家生活的好好的，不会特别去讨论这些比较严肃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会变得比较警惕，比如说最近有那个吴一农，他有做那什么撞什么台湾，对对对，民防，对，有蛮多朋友去参与这件事的。可是我会觉得，因为可能就之前在美国，我们也有类似这种的培训，它是一个很频繁的事情。就像比如说，现在美国它没有一个可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可是国民还是会去参与这种培训，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基本配备。然后我的看法是，就可能吴一农他把这个东西带来台湾，那台湾人也是应该要有这个就是很基本的配备。整体来说，你认为其实台湾人对于战争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乌克兰战争有太明显的改变吗？我觉得也不能，因为有些人真的会比较担心，不同群组会有他不同群组的感受。我不会觉得整体台湾人都很紧张。国际的媒体报道的比较夸张，对。特别是英语媒体说报道的非常广，就有比如说我在台湾有外国朋友，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会打电话过来说，你们最近都还好吗？我是要打过来，然后他们说没有这件事，或是比如说有朋友他想要旅游啊之类的，然后家人就会说，现在安全吗之类的。乌克兰战争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觉得对于台湾的国际地位有什么影响吗？那如果有，那就影响什么？有一些影响，因为大家会有时候会把乌克兰拿来跟台湾做比较，所以对台湾来说，这个影响应该说我们讨论度变得比较高。就你的观察说，其实这两个是不同 case， 但是只是它对我们是有一个好的影响，所以大家会来比较，会来关注我们台湾。对，也不一定是好的影响，就是频率变高，它是一个事实这样子。我是觉得就是应该是就是因为很多国家都开始在担心说台湾这边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这样，所以相对之下是可能是有更多的媒体或是人们开始在注重这件事情。不过我是觉得台湾本身是一个很支持民主跟自由的国家，那我们不管是乌俄战争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虽然说它很遗憾的，就是很不幸的发生了，而且造成了那么多伤亡，但我觉得就是台湾不管在国际上或是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感觉更被关注了。是有被关注。我认为其实比起台湾被关注，应该是我们坚持的想法被大家看到，这是更重要。不是说有一个国家也在受到威胁，而是有一个国家也在努力坚持这样。那你们觉得台湾人现在有做到吗？关于说我们自己有展现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意志，像乌克兰这样？其实笑出来。因为台湾其实是非常多元的国家，所以也有很多国内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但我觉得就是想要捍卫主权跟民主自由的心是不变的。虽然说现在对于台湾可能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面对战争，我想我们都还是需要很多的努力。比方说在民防上，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这一块，可能还有很多的不晓得，或者很多就是认识或者学习的缺失，所以我们也应该就是向现在很勇敢的乌克兰人们学习，了解说如果有一天战争真的不幸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提前先做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可以为我们自己跟为这个国家出一份心力。那你觉得台湾现在准备状况的人，台湾人有这个意识吗？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我想可能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有在关注吧。这只是也是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说，那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会表现出我漠不关心，可是我的想法是，当他说我漠不关心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就是潜意识中被我们就是大家一直宣传，所以他们就会被我们提醒到，所以我觉得应该一定程度上是有提升意识的。那你觉得其实还是很多的台湾人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因为有一些人还是会没什么意思，就
像有些长辈他们甚至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所以大部分台湾人有这个战争危机意识，大部分你觉得是年轻人比较多？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是什么年纪人，因为新闻有很多台嘛。可是像就有些人真的是完全只看娱乐台的，所以我有看到的那种有一些人他们就真的不太关注，但是我觉得不是分年龄层的，因为也有很多长辈很关注，可能就只是就是生活圈交流圈的问题吧。对，可能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其实乌克兰战争有让大家台湾人可能更有意识，但其实整体嘛还是不太觉得不够。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战争它并不只是军人的事情，当然就是军人是很大一个环节，但是我们人民本身像是民防这一块也是应该要有更多意识的。我觉得乌克兰人他们在网络上有很多防御的实际的行动，比方说他们会去自己做物资地图啦，或者说他们会自己去做 app， 或者说在 Telegram 上面有很多的行动，那这些都是台湾人可以学习的。大家比较少在讨论网络上的民防，大家比较多是在讨论实体的民防这样。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我刚刚听你这样讲下来，就是说台湾人其实整体对于战争是没有什么特别在准备这件事情。应该说可以再做更好的准备，但是有在准备，只是可能没有像大家外国媒体想象的。少部分的人是有这样的意识，但大部分的应该是没有。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day's video. If you like today's content,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leave a comment down below.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about this issue. By the way, COSI also provide local fixer to help international media to report in Taiwan. If you're interested in our work, please join our Telegram group chat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ox.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